有一段时间我类比过，我说有点像摩西出埃及，因为好像中国人的命运就是润的，好像这个命运很难摆脱。你看现在也是一样，中国的有点级别的官员，或者说有点水平的创业者、企业家，他们的家里人有几个在国内的？好像大家有权利了、有钱了，就会不爱国了，就要润。为什么要润？好像有一点点民族的属性在这里边。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我们的神秘职业大揭秘。那今天很荣幸的是，我们可以邀请到社长刘洋，也是繁星集团创始人。那他在日本啊、中国都有非常丰富的创业经验，而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日本移民顾问。那他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一堆中国人啊、台湾人都抢着移民日本，然后日本真的有这么好吗？那就先请我们的社长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吧。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社长刘洋，我是一个在日本创业的华人，同时呢，我也是一个 YouTuber。今天来到志奇的场子，非常开心。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还在用3C 育儿吗？不如让芒狗狗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吧！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从日常的故事引导孩子认识挫折情绪、面对人际关系，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吃蔬菜、刷牙等好习惯主题。另外呢，深受家长好评的《芒狗狗在哪里》游戏本，边玩边日式台湾场景，又能够练习专注力。少了刻板印象的故事，多了在地的美感，为学龄前的孩子打造全方位的主题。现在16本全套输入77推荐，现省3330元，就让芒狗狗取代3C，成为你的育儿神器吧。那一开始我们就直接问好，就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移民顾问在做些什么，可不可以请社长跟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就这份职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事情？对，其实全球有很多的移民顾问，那我们主要是针对全球的华人，怎么样到日本去创业、生活、取得居住权，以及怎么样在日本投资不动产等等，提供这些服务。所以说华人其实包含了像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都会有这个需求。没错，我就直接用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因为我在这2-3年就一直有看到一些新闻会说中国的这个润学好像越来越主流嘛，好像有能力的会想要办法去跑到国外。那从数字上来说，就你的观察，想要移民的中国人真的有变多吗？应该来说是最近10年有一个急剧的增长。我是2011年到的日本。然后我是2013年取得的经营管理签证，当时可能也就是100个人左右。现在的话，每年可能会有3-4千人，甚至可能今年过了以后会到5000人，我感觉啊，所以这个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50倍，蛮快的。大概是从7-8年前开始，突然就爆发式的增长。7-8年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是有几个标志性的原因。第一个是习近平上台，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安全感就变得缺失了。另外呢，就是在2010年到2015年、16年这个阶段嘛，因为那个时候不动产高腾，大家都有了钱，有了资产，那有钱了，然后就没有安全感了。这2个原因在一起，可能会促进大陆人去移民。我身边有听到几个去日本的，的确有几个。第一个是，当然最近可能我们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是比较紧绷一点点的，所以大家想要找一个选项，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去日本。第二个，我觉得我观察到有趣的是，因为台湾的房价真的比较高，房价高这件事情它成了一个很巨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不想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这样子的房子，就是可能烂烂的。然后他去了日本之后发现，哇，日本的房子很便宜，像是东京可能是台湾的1/2，像大阪的话可能到1/4。这个我其实这2天来到这边有点感触。刚才我的同事在路上带着我说，这个是小 S 的家，这个是周杰伦的家。因为从日本来的感受来讲的话，发现小 S 家原来是这样的楼，周杰伦的家原来是这样的楼，就感觉比不上日本的那种高级的塔楼的感觉。对，所以我身边大概在近半年就有5个朋友，而且他们都是我觉得事业有成，然后也能力很不错的人。他们就是因为小孩出生了，然后说我不想要买那种烂房子，然后他们就第一个选择就我们就去日本了，这样子就移过去了。是，包含我们刚才说的香港，也是因为过去反送中啊，过去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政策呀这些变化，所以导致他们也是全世界去移民。那这样子，像最近风控那边也很严重嘛，就中国之前的风控，那这件事情也有导致到吗？实际上影响蛮大的。这3年其实中国人对于整个的世界环境以及对于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的认知，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风控的3年，让他们觉得其实经济发展到今天好像也没什么用。这种感触可能是在过去的30-40年的这种高速发展里是感觉不到的。
那这样子，世界有很多地方嘛，从你的观点来说，就为什么很多的中国人是会选择移民到日本，或者是你服务的这些华人们？其实华人移民的首选地在过去20-20年或者20-30年里，日本都不是首选地，美国呀、澳洲啊、加拿大呀、新西兰啊，或者是欧洲的英国呀，这些地方才是他们的首选。大陆的整个的外文教育就是英语教育嘛，而且日本的历史因素对于两个国家的关系的影响非常深厚，所以在过去1-2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有钱了以后去移民的首选国家都不是日本。那现在可能都还不能算是首选国家，只是它在急速的增长当中，可能是由于第一，现在中美关系变得非常不好。然后呢，日本它的这个饮食啊、距离啊、文化习惯啊，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实际上，中国人出去旅行之后，对外界的认知变多了，对日本的评价，它的口碑，你很难给日本一个差评，知道吗？去的时候还是觉得啊，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和历史课本上学的不一样。你像我们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就是教日本人就是日本鬼子，所以呢，从小的这种负面教育让大家对日本有一个天然的距离感。而且其实中国人有一个思维是大家都可以富，但是最好是我的邻居和我的亲戚不要比我先富。这种心理对大陆人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就是日本离我很近，但日本又发展得很好，然后我们还有历史的因素，所以我不会去首先考虑你。那也是因为过去没有出来看过，当他出来看过之后，发现哦不错哎，过去我们从影视剧上看到那些好像都不是真的。然后日本人非常的温柔，服务特别的好，美食特别的多，空气特别的干净，环境特别的好，他们可能就会口碑相传，逐渐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到日本移民的人数就在急剧的增加。那这样子移民它基本上会有一些门槛吗？那日本的门槛是很高的吗？实际上我认为在发达国家这7个国家里面，它的门槛还算是最低的。你像美国，据听说现在什么 EB-5 都要排队好多年，像加拿大还要投资200万还是100多万加元，英国也是200万英镑才会有一个居住权。但日本的话，它有一个经营管理签证的这样的一个移民方式，就是在日本成立一家公司去创业，它的门槛只有500万日元。哦，那真的是很低，很低。对，当然在办理环节可能是门槛很低，后边的话你要真实的去经营啊，然后每年才可以去维持你的签证，这一点上稍微有点难度。整体来说，还是比刚刚我们前面听到的可能200万啊或者几百万低很多的。对，从资金的量上面来讲的话，它的门槛很低，但是从维持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不太容易。那这样子，如果是一个朋友好了，他今天想要去移民到日本，他通常有哪些方法？然后你们的团队是协助其中的哪一块？移民日本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像比较年轻的35岁以下的朋友，他还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孩子，我们都建议他你先留个学，然后顺其自然的在日本找一份工作，那也就顺其自然的可以拿到绿卡或者是国籍，这是针对年轻人。那又比如说你本来就会一点日语，或者说你英文非常好，那你其实就完全可以直接去找一份工作，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工作签证转绿卡或者是转国籍是最简单的。那再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方式，你嫁到日本去，或者你娶了日本人当媳妇儿，对吧？这个都可以取得日本的长居权，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将来取得绿卡或者是入籍。还有一些劳务的方式，比如说日本有特定技能的签证，研修生的签证，主要是过去做一些劳务、重体力活那种。这个其实也在放宽，以前都是没有办法去续的，现在都可以去续了，而且续完以后还可以去带家属，对，它都在逐渐的放宽。然后我们公司主要去做的一个签证类型叫经营管理签证，你可以理解为创业签证，就是到日本去开一家公司来创业，这样的一个签证类型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我刚刚有讲到，其实日本这些年纪大的人啊，他们都会有点反对比较激进的移民政策，那这跟我们过去听到的有点排外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像。所以我好奇2件事情，第一个是大家在过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地方，或是他们真的就是一个那么封闭的社会吗？我在日本待了12年了，讲实话我待的还蛮爽的，我从来没有任何的1分钟或者1秒钟感觉到我被歧视了。那我可以讲一下就我身边的人，我觉得主要他们的不适应，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中国胃，总想去吃过去老家的东西，总去找一些中华物产店啊，这样子。就是他到了日本，但想要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像我的话，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会吃那个地方的东西。我的心态最开始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很适应。张社长来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吃一次饭，然后说为什么在台湾我还要吃日料？不是应该来吃台湾菜吗？是，我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呢，这个心态的铺垫很重要。就是你是过去体验一个新的生活的。对，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适应？除了这个饮食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我讲过，就是大陆人可能会声音比较大一些，然后有的时候我带着我
我的朋友还有客户坐电梯的时候，然后声音很大，你就感觉整个空气很尴尬，然后你提醒一下他，他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损失，他会觉得哦你怎么这样来讲我？那这些因素可能会让这样的人觉得不适应，他就原来日本这样就是太压抑啊这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融入？最关键的点是你既然来了，你要入乡随俗，就是要遵守他们的潜规则这样子。就是说你去尊重他的规则，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了，我认为就融入了。哪怕不会讲一句日语，都可以融入得很好。所以可以说，他们歧视的基本上不是人种，而是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行为，这样子。没错。所以你刚才说的排外，类似于你到那个地方去生活，打扰了人家原来的生活节奏，所以他们可能表面不太会了，会有一些背后的议论，或者说在网上键盘侠，对吧？那我好奇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人他们分得出中国人跟台湾人吗？我觉得完全分不出来，完全分不出来，真的完全分不出来。所以他们会对于例如说中国人或台湾人有不同的对待吗？因为例如说我们自己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开始你是讲中文的时候，他们真的会对你比较不好，但是他们突然问你说你从哪里来，他们发现你台湾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变脸色。那这件事情是常见的吗？还是只是偶尔突发的事情？非常常见。那你这样子会觉得很困扰吗？我不会特别困扰，因为我很多时候也会冒充一下台湾人但还好了，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个人如果你能够做到遵守当地的规则的话，他们都对你还是非常尊重，非常雅萨西，非常友善的。哪怕你是中国人，你就明明白白的跟他讲我是中国人也没关系，他其实还是要看你的行为。那这样子你协助过应该很多很多的移民嘛，就过去，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案例？我觉得讲一些小的方向嘛，比如说有的朋友到日本之后，实际上也不是特别有钱人，然后在日本就踏踏实实的经营一家夫妻店，开一个小的中华料理馆子，就过得非常开心，然后孩子上学也非常适应。像这样的就是非常小非常温馨的这样的故事是非常多的。你会觉得在这些移民的朋友里面看到说他们到了日本之后对于生活有了新的期待跟渴望吗？大陆人来讲的话好像是卸掉了枷锁，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中国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飞机降落在国内机场的时候，降落的那一刻你就是沉重的，你就会觉得从现在开始要把枷锁给穿上。然后你降落在日本的机场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放松了，很多身边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那你觉得移民顾问这一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部分会是哪边呢？有一段时间我类比过，我说有点像摩西出埃及，因为好像中国人的命运就是润嫩，好像这个命运很难摆脱。你看现在也是一样，中国的有点级别的官员，或者说有点水平的创业者、企业家，他们的家里人有几个在国内的？的确是少，很多都想办法在求学时代就把他先送出去。是啊，好像大家有权利了、有钱了，就会不爱国了，就要润。为什么要润？好像有一点点民族的属性在这里边，没有办法，好像是你很难去安稳的，又累积不起来。那这样子，我好奇的是，如果有选择，你会真的是建议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考虑看看移民到日本吗？有选择的话，我当然是建议大家。他们如果要移民过去，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去评估？比如说5点、6点，然后透过这些东西，你确定自己要不要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你才能知道正常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完全不难区分。可是如果长期被洗脑，然后他认知不到这一点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或者说他身边的人都在润，然后他也是那个阶层的人，他也觉得我也要到国内去拿一个绿卡。我觉得润出去的中国人纯技术性的去拿一个绿卡和真心想去海外生活，这还是完全两个群体。像我这种的话是属于真心想在海外生活的群体。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话，我觉得后边的问题都不算事情，不需要打分说我能不能润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过哪一个真心想润的人在海外待不下去的，反而是那种想技术性的去润的人，就是想拿一个绿卡拿一个国籍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很容易放弃的。而且第一个阻碍变多，第二个是你们可能觉得很棒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种不适应。所以呢，对于这两类人群，真心想润的人，只要心理你解决了就 OK 了，不需要打分，你只要有决心就可以。我经常跟中国人讲，我说你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都可以活得还不错，然后在中国创业的时候，你要1半以上的时间用来怎么样去应对各种各样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到日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去工作，都按照规则去走。这边你可以生存，这边你难道不能生存吗？这个逻辑跟他们讲过去，他们可能内心深处还是有这种未知感，但是他想明白了，他会觉得 OK。如果是第二种人群的话，你只是纯技术性的去拿一个签证的话，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客户是这种类型，那就像你说的，需要去打分，学历啊、履历啊，我的资金量能不能支撑我快速的拿到绿卡？
那么现在日本政府不是推出来这个高度人才政策吗？那你就可以给自己去按照他那个打分表去打一下，比如学历你可以加多少分，语言能力啊，然后资金等等的东西。对，资金，然后70分就可以在第4年申请绿卡，80分就可以在第2年申请绿卡。其实政策已经非常，真的是很宽松就想象换一个未来30年、40年，你只要花3年的时间。是，而且日本的绿卡的含金量非常高，就是像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新加坡那边，我听说绿卡即便拿到之后，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成绩，或者说没有一定的居住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取消掉，对吧？然后日本不是日本是你拿到绿卡之后，你就完全自由了，有点像前面的2-3年，就是所谓的移民监，你就在那边好好的待，结束了之后都没关系了。对，你结束之后，你拿到了绿卡，你只需要5年去登录一次。那这一定会，你光去旅游都会。而且他7年的时候是换证，很多人误解说那个绿卡不是7年要换证吗？对啊，他只是换一些证件，因为你的脸会发生变化嘛，他并不是在去审核你。那这样真的是可以考虑的。他的绿卡真的含金量非常高。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也讲到了尾声，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是开始对日本生活其实有一些疑惑或者是有一些向往的话，或许可以把这个东西纳入一个选项，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没错，然后也可以联系这个社长这边。那最后社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观众说的？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有讲过，我是一个在日本的创业的华人，我的主要业务呢是经营日本的移民以及日本的不动产。同时呢，我也是一个 YouTuber， 我的 YouTube 的频道名字叫社长刘洋，欢迎大家去关注社长刘洋的频道啊。如果说你想通过社长的公司去移民日本，在日本投资不动产，都可以联络我，在我的频道上有我的联络方式。谢谢大家。好的，那今天很谢谢这个社长刘洋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忘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